来吧，老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魔方再版的狂飙和这一款镜像的配色。这就说起来，我咋不记得魔方在 1.0 时期推出过这个镜像狂飙呀？还是我穿越了吗？难道矩阵又出现 bug 了？是 1.0 时代狂飙，这个算是魔方在品牌初期建立的时候很早的一个模具了。这玩意儿应该是和录音机、消防车差不多一个时期的，所以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分件量不会像现在的巫师 2.0 时代做的这么的恐怖啊。当时的变形设计还是以曾经的那个小比例概念为主的。我们也是来一起回顾一下巫师那个年代的作品。小臂和腿部之间的卡扣先打开，双腿中间的卡扣分离，小腿双关节处理 ，Z 字折叠拉过来，前腿板180度翻转，结合中间的插槽，脚尖撸平，脚踝折正。哇，这个腿部就做好了！哇，曾经还没有玩腿的那个概念啊。就很简单，甚至有一点合体战争。腰部的 Z 字祖传活动范围拉开，顶盖和机头完全的折开，小尖1段翻折，2段双关节，3段90度，4段90度，完全剪到肚子里，插进去盖住，头转正，肩关节这里很紧的一个双折叠。提上去，把肩头立起来，嘿，哎呀，当年的这个也是尼龙料子，很紧。翅膀 V 字折叠贴到后方，小臂转到正确的角度，然后滑，露出拳头，滑。镜像的狂飙也变形完，我们来看一下人形的对比效果吧。其实我个人来说，对于镜像世界的狂飙这个白彪子啊，我还是非常喜欢的。但尼龙料子呀，做这个东西总是会显得乌突突的，它的白是那种发奶白色吧，并不是一个纯白的感觉。翅膀和大腿、小翅膀的这些部分，包括枪，也用了那种蓝灰的零件来处理，而不是像狂飙的枪一样是深黑色的。就翻回来说，其实从现在看到的 1.0 狂飙和我们刚玩到的 IDW 诈骗这两个中间，巫师经历了这些年的小比例历练，可以说它是我认识的这些第三方设计师中变化最大的一个。我当时会觉得，可能这些第三方设计师们，包括官方的设计师在内啊，他们每个人设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偏好，或者说一种设计的风格，而让人一上手把玩，你就会一眼发觉啊，这是某某某设计师的作品。即使说你叫不出他的名字，你可能也会想起来他曾经设计过的某款东西。而现在呢，你如果说把这款狂飙和诈骗摆一块，你真的能相信这是一个设计师做出来的风格吗？这个风格转变的变化真的太大了。所以光头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光头这几年到底又熬掉多少根头发呀？小比例还是绕不开的那个话题啊，究竟是变形结构越精简，让减法设计的魅力展现得更加的多元化一些更好呢？还是通过大量的分件量，让这个东西更还原的造型，做出来更加复杂的变形，在一款小比例身上能呈现出来堪比 MP 的那种美型度也好呢？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各位玩家去考量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吧。每一款作品都有它各自的受众群体，有的人就是喜欢美型摆在那里好看，有的人小比例的东西适合把玩，我就装在兜里反复的盘它。其实这些设计师的作品也就像每个 UP 主解说的风格不同吧，有的人是偏向于整活，有的人是偏向于仔细把玩，有的人偏向于介绍背景故事，还有一些人纯粹就是扯淡啊。
所以看个节目、听首歌，你都有各自不同的喜欢爱好。变形金刚的第三方设计，每个人肯定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了。所以这套 1.0 的狂飙再版和镜像狂飙就是这样了。通过这个老玩具的再版，也能看到这个时代的印记啊。其实翻回来回顾一下这些老的产品，还是挺有趣的。再回头看一看如今的这些新的设计，你会发现，哇，恍如隔世，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吗？那么得嘞，这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。